2024年11月22日，影片《好东西》正式上映。在大规模点映之后，豆瓣10万多人为宋佳与钟楚曦饰演的一对女性邻里哭哭笑笑的故事打出综合 9.1 的高分。3年前，这个还被称为90后新人导演、编剧的邵艺辉，凭借《爱情神话》一举拿下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3年后，带着同样自编自导的好东西再创票房神话。邵艺辉凭什么这么灵？邵艺辉1991年5月21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学时就读于晋西机器厂的一所子弟学校。邵艺辉特别爱看各种闲书，初中时又迷上了看电影，尤其爱看好莱坞的爱情片。彼时父母因感情不和离婚，邵艺辉便住进了爷爷奶奶家。邵艺辉性格早熟且敏感，曾经遭受夜夜失眠的折磨，睡不着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思考人生。上中学的时候，邵艺辉想当个编剧。2010年，邵艺辉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后，邵艺辉留在了北京，计划靠写剧本谋生。然而，当时的电影圈鱼龙混杂，骗子横行，空手套白狼骗初出茅庐的新人写剧本，写完剧本人跟着消失了，说好的报酬也没了。邵艺辉被骗过几次，一度心灰意冷，怀疑自己干不了编剧这行。后来，邵艺辉意外之下接到了电影《既然青春留不住》的剧本创作邀请，薪资挺诱人。邵艺辉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此时他萌生了前往上海闯荡的念头。2015年，邵艺辉来到了上海。一开始，他也接过一些网剧和甜宠爱情剧的剧本邀约，但他一门心思只想创作正经的院线电影剧本，便都拒绝了。但带来的后果是坐吃山空。为了生计，他决定将就一下。不料又碰上了影视行业的寒冬期，项目稀缺，连网剧的剧本也没了。也就是这一年，他创作的剧本《既然青春留不住》完成拍摄并上线了，片子反响不错，还在上海电影节上获得了提名。但邵艺辉没沾到光。到上海之后，邵艺辉坚持通过社交平台发表自己的小说作品《关于韩梅梅的一切：最后的审判》，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人类要是没有爱情就好了》。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支撑他在上海的生活。2019年，邵艺辉用“红佛不复还”的网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在干什么》的文章。文中，他分享了自己在上海艰难求生，不得已在朋友圈卖电子烟及同学们的奇葩求职故事。本是个心酸的故事，却读来毫无颓废之感，有无奈，也有谈笑戏谑的冷幽默。文章发送后迅速引爆朋友圈，甚至收获了众多打赏。红福不复还红了，邵艺辉决定想拍一个自己写的东西。此时浮现他脑海里的是逼仄的楼宇间随手搭起的晾衣杆，如万国旗般的内衣裤，而上海标志性的金融中心、外滩、大商场则一点没有。他觉得那些都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了。同年，邵艺辉一个好朋友找上了他，表示愿意出资拍一部他写的片子。邵艺辉将他脑海里的那些拼凑出了一个上海街区。当然，他是不乐于写2张白纸的爱情的，只有经历过沧海难为水的中年人，爱的分量才足够。于是他创作了一个关于熟男熟女的爱情故事，取名《爱情神话》。修改3个月，结果投资人看完后觉得太文艺，又说不拍了。但还好那次拿到了稿费。3个月后，2020年的 First 影展开始了，邵艺辉决定拿《爱情神话》去参加创投。之后，邵艺辉凭借一句“全世界只有马伊琍能完美诠释李小姐”，成功获得终审评委马伊琍的青睐。邵艺辉请来了徐峥作为主演和监制，他自己担任导演。2021年，《爱情神话》上映，除了徐峥、马伊琍，邵艺辉还请来了吴越和倪虹洁，讲一个交织着欢笑与泪水的爱情、友情与亲情的故事。影片全程采用地道的上海方言，这是邵艺辉的特别安排，因为剧本中蕴含了许多含蓄微妙的情感表达，甚至巧妙地运用了鞋子、剩菜等隐喻，而这些深意只有通过上海话才有味道。爱情神话豆瓣开分 8.1， 之后又一路涨到 8.3， 上映不到20天，票房突破2亿。许多观众对于此片的评价是打破了中年男女爱情的刻板印象。凭借这部剧，邵艺辉荣获第2届金鱼花奖的最佳编剧殊荣，并摘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项。次年11月，电影《爱情神话》的平行篇正式宣布启动筹备。
依旧由邵艺辉担任编剧及导演职务。2023年，邵艺辉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0届大学生电影节中担任原创影像推荐官，并在同年10月的2023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上成为了惊喜主理人。2024年11月22日，邵艺辉带着爱情神话的平行片《好东西》正式登陆大银幕。这一次，邵艺辉依然选择以上海为背景，聚焦在上海奋斗的外乡人群体。邵艺辉从社会新闻报道中获得灵感，再将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加以杂糅。他坚持塑造乐观强大的女性角色。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女儿搬到新家后，认识了邻居小叶。于是，王铁梅和小叶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带着各自的旧创伤，面对新生活的挑战，彼此温暖，彼此慰藉。和爱情神话一样，好东西也讲了爱情故事，但不同的是，好东西在传达爱情不必和婚姻绑定的爱情观。面对婚姻和爱情，女性可以更开放、更放松，同样的轻盈可爱、诙谐幽默。喜欢好东西的观众认为，影片提到了很多女性、两性和孩子成长话题，犀利却不失温暖，说出了女性心里话。在电影长沙路演会上，邵艺辉也讲述了他对月经羞耻的思考。其实我们电影里也说了嘛，因为他那个一直以来都是用蓝色的东西去灌溉我们的卫生巾。首先这会让一些就是孩子啊，或者是对，尤其男性吧，会让他误解。其实血就是血嘛，对吧？血就是红色的，没什么可以不用真血，粉色也行。对，也是因为我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忽视和不合理，还有种种难受，我就希望能把它放在片子里面，然后就是大家开始讨论，我觉得就很好。根据猫眼专业版最新数据，好东西上映5日，票房已破1.80亿，预测将最高达5.52亿。持续攀升的票房数据，足以说明观众对好东西的喜爱和对邵艺辉的认同。同一天，剧组官宣海外定档，从11月27日起，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英国、中国香港及澳门陆续上映。有别于大部分的大女主剧，始终脱离不开人人爱我的玛丽苏，邵艺辉真正做到用女性的视角看世界，用女性的嘴巴讲故事。不管是爱情神话还是好东西，邵艺辉都试图用镜头告诉女性观众，我们还有更多快乐的活法，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始终是充满希望、温暖和慰藉的，让人开心愉悦、平静幸福的，就是好东西。我也觉得我明明就是女人，我为什么老要去模仿一个男人呢？